我們持續關心中日之間才發生這個擦槍走火、軍事上面的衝突。這一回，中國大陸又拉了俄羅斯來啟動反飛彈演練。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第一個，好，遼寧號跟日本才擦槍走火，現在中俄是立刻啟動了反飛彈的演習，這是對日本下最後的通牒嗎？另外一方面，日本呢現在在這個西南群島這邊瘋狂的部署很多新的飛彈，所以呢，我們看到中俄這一次的反導彈演習，有外界解讀是不是就是為了要優先去攔住這一些來自於日本新部署的飛彈呢？會不會目標就是日本呢？這是第二個我們會來做關心的。最後我們會來關心到，看到了這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有這樣子的動作之後，美國是立刻回擊了。現在他們祭出的是這個低當量的核武，川普這一步棋會不會逼中俄踏上核紅線？3個議題，今天我們都會一次的來做解讀。好，我们来看到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另外一條戰線持續的對日本升高火力。就在12月6號的晚間，大陸國防部是突然間宣布了中俄兩軍在俄羅斯的境內舉行了第3次反飛彈的聯合演習。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北京雖然說了我沒有針對第三方想要這樣子帶過，但是外界解讀說會不會這些動作就是主要針對日本呢？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其實過去幾個月，日本它在西南群島這邊一直不斷的強化它的部署，實際有哪一些作為呢？我們看到8月份跟11月份比較具體的作為。首先8月，日本宣布在熊本這邊部署12式的陸基反艦飛彈，11月底又在與那國島部署了03式的中程地對空的飛彈等等的動作。大陸國防部發言人蔣斌也曾經警告說，日本膽敢越遲雷半步，會給自己招式惹事，會付出慘痛的代價。中俄的這一場反飛彈的演習，預先想的目標、攔截目標，會不會就是日本？剛剛我們特別提到日本所部署的這一些新的武器，這是中俄聯手在對日本做的反制嗎？呂艦長怎麼解讀？我們看到為什麼中俄要進行這樣的一個聯合演習，其實他們是唇齒相依的，也就是如果飛彈要從越過北極海打到中國大陸的話，就會經過俄羅斯上空，而且最適合攔截的，也就是在俄羅斯上空。為什麼？因為如果說它已經到最末端攔截的話，其實那個速度非常快啊。我們如果以這個東風15，它的發射的速度啊，大概就只有4到6馬赫，可是當它墜地的前面一剎那，它可以將近10馬赫的速度。所以我們講到說，最容易攔截的其實是它在發射的這個階段。可是發射的階段呢，第一個你要能夠預警，第二個你的飛彈要能夠飛那麼遠啊，那其實是很困難的。那中國大陸呢，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測試了。那但是現在是一個聯合的演習，我們看到2022年，其實它就是完成了陸基的一個中段反導的一個攔截測試，而且它這次測試是給誰看？它這次測試就是給台灣的樂山雷達看的。為什麼？因為以前發射從這個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發射都是向西發射，向甘肅的這個庫爾勒這個位置發射。為什麼？因為它有2個目的，第一個我發射飛彈，第二個庫爾勒這邊它有反導的一個部隊，它可以進行演練。可是這一次為什麼向南移？因為如果在這個位置的話，那其實過於偏北，樂山雷達沒有辦法掌握，他就故意往南。那故意往南呢，偏南，讓樂山雷達看個清楚，這其實就是一種威懾的方式。那這個呢，也就是我們看到庫爾勒，我剛剛提到說，他有這一個飛彈中段反導的實力啊，而且我們之前這個是在2022年的6月，其實我們就已經看到這顆飛彈。可是我們一直不知道這顆飛彈是什麼，而且在庫爾勒的附近，其實它也有大型的相位陣列雷達，可以作為目標獲得，也就是我們前一段講到的建立 line of sight、建立瞄準線的部分，它通通都有啊。那直到今年的93閱兵的時候，我們終於看到了那顆飛彈，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一個飛彈發射車上面，它只能夠容納2枚。我們看到這是1枚，旁邊還可以放到1枚的這一個飛彈，到底是哪一種？結果
原來是紅旗29啊。那紅旗29就是我們如果說在閱兵場上看到是這樣，但是它剛剛下火車專列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它就是可以容納2顆飛彈，從後面看也很清楚啊。那這一個呢，其實相對於日本來講，那日本呢，他們現在要放的其實是03式的防空飛彈，在與那國。那與那國現在有沒有？與那國現在沒有，現在最接近台灣的其實是石垣島的這一個陣地啊，也就是他們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如果我們看到日本，它從奄美大島就是不斷的一直向西南部署。那其實與那國它之前部署了雷達站，可是飛彈一直沒有部署。那這一顆飛彈真的能夠防衛台灣嗎？很多人是這樣的想象的，其實不行。為什麼？因為我們講到03式的這一個防空飛彈呢，它其實從與那國它只有50公里的一個攔截的距離，哪怕是它已經用了新構型，也是如此。也就是它其實也不過就是在台灣到跟與那國108公里的中間而已，它也不是所謂的中程的彈道飞彈，它其實是一种防空飞彈而已。至於12式啊，那如果我們看到12式的話，12式它的一個12式是反舰飛彈，也就是攻擊艦艇的。那它也就是這個黃線的部分，它的距離200公里。其實我們講到了這一個宮古島的時候，這個範圍也就進入了我們台灣所謂的雄三飛彈增程型400公里的這一個範圍了。不過，如果我們對照這一次以及之前無論是山東艦或者是遼寧艦，它的操演位置大約都在宮古島以南，台灣以東的這個位置，也就是在我們所謂的這一個雄三飛彈的射程之外，它還多加了50公里的一個可能的延長的射程。所以我們這樣講啊，日本這樣的部署其實沒有用，必須要回到我們第一段這個蔡正元老師他所特別強調的新型的，無論是我們講到的標準6型，或者是這一個戰輔巡弋飛彈，那才是能夠影響到與那國，或者是影響到宮古島的宮古海峽的這個部分。但是美國在這裡面的態度就變得很重要。是，好，我们看到，所以日本不断的强化在西南群島這邊的飛彈的部署，所以呢，中俄看在眼裡，也這一次祭出了這一場這個反飛彈的演習，除了是給日本有一些威懾力之外，也是警告台灣哦。那針對於這一場演習，其實路透又在背後做了更深一層的分析，他特別講到說，其實中俄的這一場演習，它不是普通的軍演而已，因為它其實這當中涉及到非常高的機密，像是這些高度敏感的雷達偵測，還有這些數據鏈的共享跟攔截程序，都是屬於戰略級的軍事合作。那中俄這一次其實已經是時隔8年再次的啟動這個反島聯手，背後這個路透也解讀了2大目的，就中俄的2大目的。第一個就是跟美國做一些展示，說中俄我們是可以對抗美國的飛彈的。好，第2點就是要來反制川普的金瓊。中俄的聯手就能夠攔截美國的戰斧跟這個義勇兵3型彈道飛彈，還有金瓊嗎？楊老師怎麼看？我通常覺得這種矛盾之爭哦，矛方面呢，攻擊的方面其實是佔據了比較優勢的。尤其你在這個盾，現在在反飛彈3個有名的嘛，一個已經做出來就是以色列的鐵穹，第2個是美國想要做它的金瓊，第3個是賴清德想要做台灣之盾，後面2個都還沒有出現。可是鐵穹其實已經受到考驗，你看了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之間彼此在飛彈跟無人機的這種相互的攻擊，後來它的鐵穹系統基本上就已經沒有辦法應付了，所以以色列的都市呢受到很多的攻擊。川普為什麼去打伊朗的核設施？就是救以色列，鐵穹已經沒有辦法了。那你再講金瓊，金瓊做的其實不只是在反飛彈系統啊，以前講的國家反飛彈系統啊等等之類的，或者是雷根時期的星戰計劃。它其實一個新彈計劃的放大版，
它還包含衛星的太空感測器、攔截器，還有呢巡弋飛彈、彈道飛彈、高音速飛彈、無人機整個這個系統。那我們也後來在上個月相關的報道，美國這邊呈現技術、人才、經費3大問題，能不能做出來一個大的問號？不過這裡面重點跟這次中俄的反飛彈有關的是，當川普1月宣布精穹系統的時候啊，5月份石破茂就說日本要參加。那你說上一次中俄8年前是在哪裡做？是在北京做聯合反飛彈訓練，那是2017年針對什麼事件？韓國要部署薩德飛彈，所以今年1月份精穹，5月份日本表達要參加，那一定已經開始在這個合作。所以呢，當技術跟錢跟人才的問題，其實日本就會幫助美國。那當然，精穹就會涵蓋到日本的這個層面，也就是甚至核子保護傘相關的反飛彈的系統都會在日本本島以及到它這個沖繩跟西南諸島。這個是一定接下來會走的。我覺得日本接下來從450億的預算增加到900億哦，中間很大一塊會在這裡。可是你出來要問這個冲繩人就會問了：我們這些島嶼，這個中國会來打嗎？來打不就是打日本、打美國嗎？其實，然後你做了這麼多，但你做了這麼多的一些防衛跟飛彈，你反而變成一個招引人家來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所在。那因此，這也就變成沖繩人其實很反對這個東西。對。那你說到巡弋飛彈或者義勇兵3型，6兵3型是1970年設計的，射程14000公里。他在10月份的時候又做過一個測試，打到那個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那邊去，但沒有裝任何的武裝。所以他現在又在做新型叫哨兵型的這個飛彈，那都是洲際型的彈道飛彈。洲際型的彈道飛彈要攔截，其實有它的困難度，因為它通常都是搭載核子武器的。而你如果沒有在發射的前端或終端去攔截的話，你到尾端攔截其實效益並不大。所以你往往是在中間的時候呢，在這個太空軌道的時候，因此呢，精穹它就是針對這一塊。那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做的反飛彈呢，目前主要還是針對比較是戰區型的。我的感覺是如此。那有沒有進入到全球性的反飛彈？那可能是他們下一步會合作的目標。好，所以我們看到日本的動作频頻哦，这個除了增加軍事預算之外，也配合美國加強這個軍事上面的武裝。那確實不只是日本而已，美國自己也在不斷的加強，而且他這一次想要做的是核武裝，為了就是也是看到中俄不斷的加強他們之間的聯合關係。那這一次呢，我們來看到最新的報道是來自於美國媒體的報道，說呢，美國正式宣布了會跟當地的通用電力一起簽署，這個是獨家的合約哦。研發的是核武裝的海射巡弋飛彈，而且是低當量的，比較有精準、有限度的來壓制敵方，就會對中俄帶來多大的戰略威脅呢？為什麼是低當量？委員又怎麼看？所謂低當量就是1萬噸 TNT 以下。那什麼叫1萬噸 TNT 以下呢？就是當時在廣島跟長崎啊，那2顆核子彈啊，都在2萬噸以上的 TNT。所以我們現在通常講低當量是講1萬噸以下的。那甚至可以小的更小。這個是可以調節的啊。那為什麼美國要發展這一款新的這個所謂的海射型這個巡弋核導彈呢？它的全名叫 CSL， 是 Sea Launch，CM 是 Cruise Missile。Cruise Missile 巡弋導彈，後面加 N 就是 Nuclear Armed， 就是核武裝的海射型巡弋導彈。是這個巡弋導彈，它裝在什麼東西啊？它理論上是要裝在水面船艦跟潛水艇，但是水面船艦它能裝的只有伯克級，目前計劃已經取消了，全部要裝在潛水艇上面。那我們把美國的潛水艇簡單介紹一下，它分成這個所謂攻擊型潛水艇跟這個戰略型潛水艇。攻擊型潛水艇過去是不裝核彈的，它全部都是核動力，但是不裝核彈。然後戰略型是裝核彈，那戰略型裝的是3X级核彈，那個是一個長程這個核彈。那長程核彈除了你要打人家的大城市，意義不大。所以他們為了補足，現在想要發展這一款 SLCM Sea Launch 的 Cruise Missile， 好。做什麼用呢？要裝在 Virginia 跟洛杉磯級。為什麼？因為現在這種沒有裝彈道導彈的這種攻擊潛水艇，主要3種，一個是
維吉尼亞級，一個是洛杉磯級，一個是海狼級。那維吉尼亞級最多大概是有24艘，那洛杉磯級大概是23艘，但是洛杉磯级比較老舊，還在淘汰當中。然後海狼級啊有3艘，但是它的成本太高，所以目前大概沒有計劃裝在上面啊。當然了，我們剛才講 Ohio 級都是戰略型的這個核動力潛水艇，這種戰略型核動力潛水艇啊，它原則上有18艘，可是有4艘拿去作為特種作戰跟防口作戰用，所以它也沒有辦法裝這一款。但是 Ohio 級的這種彈道導彈的這種核彈裝置也沒有辦法裝這個，所以原則上它是裝在維吉尼亞。如果是24艘都裝這種導彈的話，對什麼地方非常有用？台海戰爭，它目的就是台海戰爭，也就是他剛發表的國家安全這個策略報告裡面講，要增加對中國的核威懾。那這種核威懾讓中國在戰略上產生一個選擇上的困難。如果這個你找不到它的核潛型，而當然核潛艇呢，不管從哪一個角度，從日本方向、菲律賓方向、這個關島方向，任何一個方向發射這種核彈啊，這種所謂海射型核彈，你預先沒辦法偵察到，那沒辦法偵察到，它可以攻擊在台灣海峽的任何解放軍的船團啊。那攻擊解放軍的船團呢，你不曉得它什麼時候攻擊，所以解放軍的考慮就是說，第一個，我如何避免攻擊，我有沒有辦法做到找到你所有的這個潛水艇？不太一定，那你就會冒一個被攻擊的危險。第二個，你如果被攻擊的時候，你如果反擊，它在海下，你根本沒辦法反擊。然後你沒辦法反擊的時候，你唯一的選擇就是要攻擊它在沖繩跟日本或者菲律賓的基地。那攻擊它在基地的時候，美軍接下來就攻擊你的沿岸，從上海、寧波、廈門、汕頭，甚至於到海南島，它這個攻擊你的海軍基地。那這樣的話，核戰爭就爆發了。因為你接下來大陸也選擇要攻擊它關島，甚至於攻擊它夏威夷，好，那這個核導彈就爆發。因為你大陸本土如果被核導彈攻擊，即使低當量的，一定也要攻擊洛杉磯跟舊金山嘛。哦，這是一種核相互平衡的一個威脅哦。所以它的目的是用這個方式來阻卻解放軍進攻台灣島。那同時呢，用這個方式展開對日本的核保護傘。這核保護傘是用來安慰日本跟韓國，你不要自己發展核子武器，因為日本如果廢棄了無核3原則，他挑戰的對象不止中國，他恐怕還挑戰對象還是美國啊，所以美國總是要留一個。但這些東西真的，他講了一堆俄羅斯氣，跟俄羅斯一點關係都沒有。你打俄羅斯哪裡？這個俄羅斯沒有要打日本啊，對啊，所以頂多你是弄北韓，那北韓你這個太大動作了，沒什麼特別的意義，所以基本上很明顯的，它針對台灣海峽設計的。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立人